北上热度高，白鹿强行少女感成槽点。热潮背后的真相，白鹿与北上的逆风之旅。电视剧《北上》这部横空出世、席卷收视榜单的作品，以雷霆之势闯入大众视野。白鹿与欧豪的组合，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青春与热血的色彩。然而，当聚光灯打在白鹿身上，这位90后女星却意外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一度被推上风口浪尖。白鹿的挑战，30岁少女的自我突破。白鹿的挑战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年龄跨越那么简单。30岁这个年纪，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正是事业稳定、逐渐找到人生节奏的阶段，但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却是无声无息的分水岭。青春剧不再为你量身定制，少女感逐渐与现实拉开距离，接下来的每一个角色都在提醒你，你不能只活在过去的滤镜里。而白鹿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早已站在少女感的悬崖边缘。因此，她毫不犹豫接下《北上》这部剧，哪怕角色只有16岁，哪怕挑战与争议并存。她剪掉象征青春的长发，刻意晒黑皮肤，甚至放弃以往的精致妆容，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去拥抱这个与她现实年龄严重错位的角色。或许她心里也曾害怕观众的眼睛不肯放过她的疲态，害怕现实的棱角终究刺破滤镜的柔光。但她依然选择了迎难而上，因为她知道唯有直面年龄焦虑，才能争取更多可能性。她的每一次笑，每一个夸张动作背后都藏着不被看见的自我怀疑和挣扎。她拼命证明年龄不是桎梏，演技才是通行证。她的笨拙和努力也许未必完美，但这份对抗命运的勇气值得我们每个人共鸣与共情。惊艳还是崩坏？少女感的强行拼接。少女感究竟是什么？是无忧无虑的天真，是无意识流露的灵动，是那个年纪独有的蓬勃生命力。少女感从来都不是皮肤的紧致与妆容的减龄，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状态，是生命经验的空白感，是未经世事打磨的单纯透明。但白鹿早已不是那个未经岁月雕琢的16岁女孩，她的眼睛里藏着这些年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积累下的疲惫和谨慎，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试图卖萌的小动作，都像一场精心计算的表演，而不是真正的无邪流露。这种违和感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畸形审美带来的必然产物。市场需要永远的少女，仿佛只有少女才值得被爱，只有少女才是荧幕宠。于是白鹿们被迫戴上青春滤镜，拼命隐藏皱纹、疲态、成长的痕迹，把自己塞进一件越来越不合身的校服里。观众当然一眼看穿这种刻意为之的伪装，少女感一旦变成了表演感，观众的共情也就戛然而止。白鹿的少女感崩坏，是一个30+女演员的个体困境，也是一代演员共同面对的集体焦虑。他们不敢长大，因为长大意味着失去市场；他们拼命装嫩，因为嫩意味着还有机会。白鹿的挣扎也许并不是她的错，而是整个行业病态审美给她套上的紧箍咒。向妈妈去开家长会，全网嘲讽的背后。向妈妈去开家长会这句看似玩笑的话，为什么会在全网爆红？它刺痛的不仅仅是白鹿，还有所有30+努力维系少女感的女演员们。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了娱乐圈对女性年龄的苛刻标准，也照出了观众对角色真实感的极致追求。白鹿的脸其实并没有垮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她的保养状态在普通人眼中依然算得上紧致年轻。但她的眼神藏不住疲惫，她的微表情透着30岁特有的谨慎和节制。这种从无意识的天真到有意识的端着的转变，是任何滤镜和化妆都无法抹平的真实差距。16岁的女孩可以毫无顾忌地放肆哭笑，她们的情绪像阳光下翻滚的浪花，纯净而生猛。但30岁的白鹿，即便她再怎么夸张表演，她的每一个情绪流露都经过大脑的反复推敲和权衡，这种区别观众感受得到。全网的嘲讽本质上是对这种不真实感的反馈。当观众无法沉浸在角色里，无法共情角色的喜怒哀乐时，他们只能把视线拉回演员本人，去审视他的年龄、
她的皮肤，她的眼神。白鹿被嘲笑，并不是因为她老得不可接受，而是因为她的表演方式没有让观众忘记她的真实年龄。这并非个人失败，而是行业环境与观众期待双重撕扯下的必然产物。正剧与偶像剧的错位碰撞。北上作为一部正剧，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核，每一个角色都不是漂浮在空中的符号，而是带着真实生活机理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对演员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外形符合，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表演风格的合拍。它需要演员沉下心来，找到人物最本质的情感逻辑，以克制而细腻的方式，将人物的成长与挣扎一层层剥开，让观众看到人物背后的历史纵深感。但白鹿带进北上的依然是他在偶像剧里练就的外放式表演，夸张的肢体语言，大幅度的情绪起伏，甚至连台词的语气节奏都带着强烈的偶像剧腔调。这样的表演模式放在粉红泡泡的爱情剧里没问题，但当它出现在一部历史正剧里，观众的代入感就会瞬间崩塌。白鹿的错并不是他不会演戏，而是他把偶像剧的生存法则带到了完全不同的赛场。他习惯了用可爱、活泼、撒娇这些外化手段去赢得观众好感，却忽略了正剧观众需要的是人物内在情感的层层递进和真实可信的生活质感。这种表演思维的错位，让他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北上的历史语境，也让他的每一次用力都成了观众眼中刻意而浮夸的标签。白鹿的困境，年龄焦虑与角色困局。事实上，白鹿的遭遇并非个例。30加女演员演高中生，这种逆龄演出在娱乐圈早已屡见不鲜。但白鹿的困境在于，她不仅面临年龄与角色的错位难题，更深陷偶像剧表演惯性的泥淖，导致她难以自然地呈现角色的层次感和生命力。她不是不会演戏，而是演得太用力。观众的审美升级与市场的残酷法则。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市场已经越来越难以容忍装嫩式表演。观众渴望看到符合角色年龄的演员，用真实的年龄状态去演绎真实的青春故事，而不是一张靠磨皮、滤镜、强行卖萌撑起来的假脸。北上走红，但白鹿却被钉上了违和标签，这背后是市场审美标准的转变，是观众对真实感的极致追求。从争议中突围，白鹿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白鹿不是没有演技，她只是选错了方法。她需要的不是拼命伪装少女，而是学会与年龄和解，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赛道。当年孙俪、姚晨、马伊琍都在30岁之后完成了从少女到女性的转型，她们不再依赖青春滤镜，而是用成熟演技赢得观众的尊重。白鹿是否愿意走出偶像剧舒适圈，真正面对成长带来的蜕变？争议之下的白鹿，流量与实力的博弈。有人说，白鹿的争议其实是她的幸运，因为每一次争议都会带来更高的话题度和关注度。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哪怕是嘲讽与吐槽，也是一种存在感。白鹿在争议声中站上舞台中央，她能否把这些负面声音化为前进的动力？这是她必须面对的成长之战。北上之后，白鹿何去何从？北上热度依然持续攀升，白鹿也站在了流量与口碑的十字路口。他是选择继续逆龄扮嫩，迎合市场的短期需求，还是主动转型，寻找更符合自身年龄与气质的角色定位？每一步选择都将决定他未来的演艺生命长度。白鹿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这场关于年龄、演技、市场与自我认知的博弈，也将成为他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怎么看白鹿的北上表现？争议归争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许你认为他勇敢突破值得肯定，或许你觉得他强行少女感让人出戏。不管如何，这场关于白鹿的全民讨论才刚刚拉开序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未来走向。感谢观看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哦。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天带你看透娱乐圈热点内幕，第一时间掌握明星动态。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点评，我们期待你的精彩发言。下期见。